李渊率军到达贾湖堡的时候，宋老生已经到达了霍邑，屈突通则驻守河东郡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而且大雨连绵数日不绝，导致大军无法前行。于是他便给围攻洛阳的李密写信。那么李密此时的境况如何？其他的割据势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密驻守洛口城及群雄割据介绍。翟让和李密率领的瓦岗军数次打败洛阳的守军，并顺利地占领了洛口仓。翟让觉得李密的能力在自己之上，于是便推举李密为首领。617年2月，李密在巩县的南郊设立祭坛，自认为魏公，翟让则被任命为上柱国，封东郡公。同时任命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，徐世绩为右武侯大将军，秦叔宝和程咬金为骠骑，罗士信为总管，其余将领也全都加官进爵。他在洛口仓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圆40里的洛口城，并以此为都城。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的群盗得知后莫不响应，长白山的孟让，当初对他爱答不理的郝孝德等人纷纷前来归降，李密的部众便达到了数十万之众。巩县的县长柴孝和也举城投降了李密，李密封其为护军。接着李密亲率3万大军进逼洛阳，隋朝的大军抵挡不住，李密便顺利地夺取了回洛仓。回洛仓是洛阳城的粮食供应仓库，位于今天洛阳市禅河区禅河乡的小李村，因此对于洛阳非常重要。隋朝的将领段达便率领7万大军前来迎战，两军在回洛仓的北面展开激战，结果隋军大败而归。驻守洛阳的是隋炀帝的孙子越王杨栋，他连忙派遣袁善达穿越瓦岗军的封锁，前往江都面见隋炀帝。见到隋炀帝后，他声泪俱下地说道：“李密拥兵100万围攻东都，并且占据了回洛仓，导致东都城内粮草告急。只要陛下速速返回东都，李密的乌合之众必然溃散，否则东都必将陷落呀。”隋炀帝听后有些动容，于是姬见状，连忙进言说：“越王年轻，才被这些人狂骗。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，他是如何突破重围，跑到这里来的呢？”隋炀帝听后顿时反应了过来，怒斥袁善达欺瞒于他。既然袁善达说他能穿越瓦岗军的重围，那就让他穿越贼人的地盘，前往东阳郡，即今天浙江金华，前去催运粮草。结果袁善达走到半路就被盗贼给斩杀了。从此之后，再也没人敢向隋炀帝通报贼情了。再来看李密，当年杨玄感反叛的时候，李密多次劝他放弃洛阳，速速前往长安，等平定关中后再图谋东扩。可是他成为瓦岗军的首领后，却重走了杨玄感的老路。柴孝和劝他说，关中的山川险固，秦朝和汉朝都是凭借关中才建立帝王之业的，因此他建议让翟让领兵驻守洛口城，让李密亲自率军奇袭长安，一旦长安被攻下，则基业稳固，然后再挥师东扩，则天下可定。现在是群雄争霸的时代，如果你不去攻取长安，等别人图谋之后，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李密无奈地说道：“你说的这个的确是上策，但是隋朝的昏厥还在，追随他的兵马也不在少数，我的部下都是潼关以东人士，如果洛阳没有攻下，谁肯跟我向西进军呢？而且各位将领都是草莽盗贼出身，留下他们驻守这里，必定会互相争雄，到时候恐怕大业难成啊。”于是李密继续率军与隋军在西苑交战，结果他却被刘建射中，只能躺在军营里养伤。杨栋得知后，立即派遣段达和庞玉等人趁夜出兵，在回洛仓的西北偷袭瓦岗军，瓦岗军大败，李密只好放弃回洛仓，退往了洛口城。正在这时，李渊也从晋阳起兵了，而且李渊的目标非常明确，他尊隋炀帝的另一个孙子，驻守长安的杨佑为帝，兵锋直指长安。大军到达贾湖堡的时候，他为了稳住李密，并让李密替他挡住隋朝东都的援军，不惜对李密阿谀奉承，并推举李密为盟主。李密非常高兴，双方的信使往来不绝。再来看其他割据政权的情况，隋炀帝非常宠信于世基，于世基也知道隋炀帝非常厌恶听到盗贼的情况，于是各郡县汇报盗贼的奏表，于世基都会删改处理之后再上报，导致隋炀帝对实际情况并不知情。
于世基对他说：“那些鼠窃狗盗之徒，郡县的官吏们正在搜捕和追逐，很快就能彻底消灭，陛下不必放在心上。”隋炀帝便深信不疑。是御史韦云起则对隋炀帝说：“现在四方告急，盗贼的数量非常之多，可于世基掌管着机密书要，却将奏表修改。陛下听说盗贼的数量少，发兵的数量就小，导致双方力量悬殊，往往不能取胜，请陛下将于世基治罪。”可大理卿郑善果则上奏说，韦云起诋毁和污蔑朝廷重臣，说的都是谎话。于是隋炀帝便将韦云起降为了大理司职，其他官员汇报盗贼的情况，或被杖责，或被免官，导致隋炀帝只可听信于世基等人，而不辨是非。那么天下盗贼的情况到底如何呢？首先我们来看被突厥扶持的几个割据政权。刘武周我们之前讲过，被史毕可汗册封为定阳可汗，自称为天子，占据着马邑和雁门以及楼烦等郡。梁师都是夏州朔方郡人，即今天陕西省靖边县人，他攻占了雕阴和弘化以及延安等郡，自立为皇帝。史毕可汗册封他为大肚皮且可汗。郭子和是同州蒲城郡人，即今天陕西省渭南人，因为犯法被流放到榆林郡，即今天内蒙古准噶尔旗东北的12连城。在这里，他结交了18名敢死之士，杀入府衙之后斩杀了郡城，并自称永乐王。他向南勾结梁师都，向北依附突厥，史毕可汗册封他为平阳天子，但郭子和不敢接受，史毕可汗便改封他为乌力社。薛举是金城府的校尉，他不但家财万贯，而且骁勇无比，喜欢结交豪杰之士。617年4月，陇西的盗贼风起，金城的县令郝苑便招募了数千兵卒，任命薛举为将，命他率军前去讨伐。临行前，郝苑在金城府设宴犒劳将士，没想到却被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杲等人给劫持了。接着，薛举开仓散粮，赈济百姓，并自称西秦霸王。家住姑臧，即今天甘肃武威市的李轨得知后，连忙与同郡人梁硕等人商议。他说，薛举起兵后必定前来姑臧侵扰，薛举生性残暴，而姑臧的郡吏却胆怯懦弱，必定无法抵御。所以为了不让我们的妻儿被人俘虏，不如大家齐心协力，占据河右，以待形势的变化。众人都表示同意，并推举李轨为首领，李轨便自称河西大梁王。接着他们陆续攻占了张掖和敦煌等郡，进占河西之地。再来看涿郡，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时候，将大量的粮草和器械存储于涿郡，吸引各地的贼寇竞相前来侵略。留守涿郡的隋军将领赵石柱等人无法抵御，只有罗毅经常领兵出战，并多次击败贼寇，使其威望逐渐高涨。有一次，罗毅向众人宣布说，城中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，但全都掌握在赵石柱等留守官员的手中，可他们却不肯施舍粮草以救济贫苦百姓。众人听后极为愤恨。罗毅率军回城的时候，郡城出城相迎，结果却被罗毅给囚禁了。赵石柱等人得知后非常恐惧，纷纷前来听命。于是罗毅便将仓库里的物资赏赐给战士，打开粮仓以赈济贫苦困顿的百姓。涿郡境内都服从罗毅。罗毅便借机自立，自称幽州总管，统辖幽瀛2州。窦建德打败了隋朝的将领薛世雄后，自称为长乐王，以乐寿为都城，取名为金城宫，并攻占了周边的很多郡县。徐元朗则攻陷了东平，并分兵攻占土地，致使琅琊以西、东平以南都为徐元朗所有，拥有精兵2万余人。杜伏威则占据溧阳，即今天安徽省和县，自任溧阳总管。他将缴获的军资财物全都用来赏赐将士，将士若有战死者，他就用死者的妾进行殉葬，导致他的军队所向无敌，江淮之地的盗贼争相归附于他。李世宏则据守黔州，即今天江西省赣州市，自称南越王，周围的豪杰竞相斩杀郡守县令，响应于他。于是北自九江南到番禺的广大地域都为林世宏所有。苗海潮占据着永嘉，即今天浙江省温州市；汪华占据着歙州，即今天安徽休宁县的万安镇，拥兵10万，自称吴王。还有巴东郡的冉安昌、钦州的宁长真等人也都割据自立。大隋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了。
那么，在此割据林立的情况下，李渊是如何异军突起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